官方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一出，澳洲和纽西兰这对大洋洲的难兄难弟差距已经被拉到台面上了。纽西兰这几年被高利率、通膨轮番折磨，经济增长像踩在泥地里，怎么拖都拖不动。反观隔壁的澳洲，虽然也很穷，也嫌物价贵，但你看他们的失业率、出口，还有澳币对纽币的强势走势，那底气就是比纽西兰硬太多。这支影片不会跟你背经济学教科书，我们只讲你我口袋里的钱。我会把这几年在两地穿梭的亲身经历，看到的真实案例，全部拆开揉碎讲给你听。我们会从两国的搞钱底层逻辑开始扒皮，一路聊到未来的经济走势，最近两国的政治大动作会怎么影响你的薪水、你的生活、你的机会。最重要的是，里面藏着不少未来几年的赚钱窗口，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在影片的最后，我准备了一个特别的 bonus， 一个专门给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实战投资技巧，教你怎么利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落差来保护甚至放大你的资产，不看到最后你真的会错过几个亿。好，我们直接进入核心。你身边肯定有这样的朋友，前几年还在奥克兰或惠灵顿跟你喝咖啡，最近一刷朋友圈，人已经在布里斯本或者墨尔本带小孩去海边，换了更大的房子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钱。看澳洲和纽西兰的经济差距，不用先看什么 GDP 增长率那种冷冰冰的数字，我给你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你一听就懂。澳洲就像你身边那个家里有矿的富二代，真的是家里有矿那种，天然气、铁矿、煤炭、锂、黄金一大堆，还有农产品和服务出口撑着。不管全球景气怎么震荡，只要亚洲那些制造业大国还在盖房子、造汽车、搞能源转型，澳洲就有东西可以卖，这叫典型的资源型经济。老天爷赏了一碗大饭给他，容错率本来就高，政策搞得差一点，景气差一两年，只要大宗商品价格一回暖，出口一冲，血条就能回一大截。纽西兰呢？纽西兰更像是一个非常勤奋、非常有品味的精品农场主。我们卖的是什么？奶粉、奇异果、牛肉、羊肉、木材，外加纯净风景这一整套旅游体验，东西好不好？非常好，品牌形象也强。但你要知道，农产品和旅游业对气候、对全球景气、对消费者信心都非常敏感。天气一反常态，全球消费一降级，大家可以少喝一杯高级纽西兰牛奶，可以先不飞一趟皇后镇跳伞，但钢铁、水泥、能源这些硬需求，企业是很难说我今年就先不买的，这就是结构上的差别。这几年全球利率高企，经济收紧，纽西兰为了压通膨，央行升息比澳洲更猛，结果就是经济增长被压得更闷，房市和家庭部门压力更大，抗风险能力的差距就被放大了。不要觉得这些是国家层面的事，离我们很远，你去一趟超市就明白了。我有一次在雪梨超市看住货架上的物价，再对比前几天在纽西兰超市买的一模一样的东西，心里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差感。同样是一盒鸡蛋，1块起司，纽西兰很多还是原产国，但加上汇率换算，再看实际到手薪水的购买力，有时候你会发现在纽西兰本地买，体感竟然不比在澳洲便宜多少，甚至还更贵。这背后是什么？一部分就是规模经济和市场结构的碾压。澳洲人口现在大约2700万，纽西兰只有500多万。澳洲市场大，竞争激烈，物流和固定成本可以摊得更开，很多品项可以打价格战。纽西兰市场小，很多行业是几家大企业说了算，成本高，选择少，最后压力就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大家只能默默吞下这些高昂的生活成本。这种压迫感直接导致了一个你我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的现象，人才大迁徙。官方数据显示，最近2年纽西兰对澳洲是每年大约3万人的净流失，创下10多年来的新高，很多都是有技术、有经验的劳动力。就拿我自己的圈子来说，光是过去这1年就有3个家庭打包去了澳洲，其中一个是在纽西兰做了10几年的资深护理师，他跟我说，在纽西兰拼死拼活轮班，扣掉高税率，付完高的离谱的房贷和地税，每个月户头几乎见底。澳洲那边的公立医院直接开出高出2到3成的薪水，还有各种津贴，有的甚至帮忙补贴搬家费和签约奖金，你说他走不走？这就是真实的心理拉扯。没有人天生喜欢背井离乡，很多人其实很爱纽西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氛围，但在长期的收入差距、职涯机会和生活成本面前，情怀真的不能当饭吃。现在的局面有点像是澳洲在用更高的薪资、更大的市场和相对更好的职涯前景，持续吸走纽西兰培养出来的医生、护理师、工程师、技工，甚至是年轻的学历人口。
这种抽血效应正在慢慢改变两国的房地产市场、劳动力结构和未来的投资风向。澳洲多了愿意买房、愿意消费、愿意纳税的中产，纽西兰则要面对人口老化加速、技术人才短缺、内需疲弱的长期压力。人往高处走，钱也一样，这就带出第二个核心，钱的流动和背后真正的危机。说到钱，这2年的利率大家肯定都痛过。纽西兰央行前2年为了压通膨升息，升到 5.5%， 那真的是把房贷族压到快喘不过气。我身边在奥克兰有房贷的朋友，每次重新固定利率都像在抽盲盒，打开后每个月多出几百到上千纽币，感觉每天起床就是替银行打工，这种长期心理压力真的会把人逼疯。澳洲那边虽然也升息，但最高只到 4.35%， 整体节奏比纽西兰温和得多，加上薪资水准和就业市场相对稳定，体感压力完全不是同一个级别。结果就是纽西兰的家庭被高利率压得不敢消费，街上店铺倒一片，而澳洲那边因为有大量新移民和从纽西兰搬过去的人带着钱进来买房、租房，房价和租金反而被撑住了。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现在手上有闲钱，把眼光放到澳洲某些资产上，现金流和增值空间往往比死守纽西兰要好得多。但你以为澳洲就是无敌的赚钱天堂吗？错，澳洲有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致命弱点，就是燃油安全。澳洲虽然地大物博，但液体燃料高度依赖进口，过去曾经被点名燃油库存只有几十天的水位，远低于国际标准。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政府急助补强燃油储备，建立最低库存义务。因为只要全球航运出问题，油船延误，澳洲的物流成本会立刻飙升，矿车跑不动，货运变慢，超市补货受影响，整个经济会瞬间感受到压力。这种风险不会天天发生，但一旦发生就是大事。所以在分析澳洲的强势时，不能只看到资源红利，也要把能源脆弱点算进去。这反而给我们一个启发，市场大多数人只看到澳币比纽币强，却没把地缘政治和能源风险纳入资产配置。这2年澳币对纽币整体偏强，很多做跨国生意或懂外汇的人，光是顺着这个趋势就赚到一波汇差。只要澳洲的资源出口还能顺利卖，没有爆发大规模能源危机，澳币短期内依然大概率比纽币硬。普通人在配置资产时多放一点强势货币，本身就是最简单的防御和进攻。同时我们也要把供应链中断这种黑天鹅风险放在心里，投资时可以多关注那些不依赖燃油或在能源转型、基础设施安全、在地供应链这些领域反而会受惠的公司，这些往往是在危机中逆势赚钱的标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近在两国之间越来越明显的现象，就是远程工作和税务规划的灰色带。越来越多人发现，如果能拿着接近澳洲水准的薪水，却住在生活成本较低、节奏较慢的地方，或利用两国在税务居民认定、退休金制度上的差异做合法的税务优化，对个人财务的长期影响非常惊人。很多专业人士和数位工作者在两边跑来跑去，不只是换个风景，而是在精算哪边税负较轻，哪边扣除项目更多，哪边的退休金制度更划算。但这里一定要强调，税务问题每个人的情况差很多，一定要找专业会计师评估，不能只听网络上的财富密码。真正要记住的是，如果你只知道低头干活，不抬头看利率、汇率和政策变化，那你赚再多钱，也可能只是替银行和政府辛苦打工。现在我们直接进入最关键的部分，也就是你们最关心的，在这种局势下，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布局，才能保住口袋里的钱，甚至反过来大赚一笔。最近的新闻大家应该都有看到，澳洲因为中东局势紧张，全球航运受阻，导致部分地区的燃油供应吃紧，西南威尔斯州甚至出现多家加油站短暂缺油，柴油供应一度拉警报。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富二代的软肋。但你要看透背后的政治逻辑，澳洲政府动作非常快，立刻释放战备储油，放宽燃油标准，加速调度进口，因为他们不能让经济停摆，不能让物流链断掉。对投资者来说，这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讯号，能源安全、替代能源、国防与战略基础设施将会是未来几年澳洲最砸钱也最不容易踩雷的方向。反观纽西兰，虽然现在利率已经降到大约 2.25% 左右，经济看起来在慢慢爬坡，但速度真的不快，整体政策走的是节制、保守、缩表的路线，而澳洲走的是大国补贴、资源扩张、战略投资的路线。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国策，直接决定了你资产的增长速度。我自己的做法很简单，趁现在纽币稍微回稳的时候，分批增加澳币或美元的配置，
绝对不要死守单一币种，因为澳洲手里有矿、有能源、有全球需求撑着。在全球动荡时，澳币的抗跌性通常比高度依赖农产品的纽币强得多。不要等到纽币跌到谷底才去换，那叫割肉。现在分批换才叫避险。在纽西兰股市，我会更谨慎看消费类股，因为大家口袋紧，餐厅冷清，精品零售更难过。但我会留意电力、通讯、基础设施这些公用事业，因为不管经济多差，灯还是要开，网络还是要用，电网还是要维修。在澳洲股市，除了传统矿业巨头，我现在会盯紧能源物流、燃料储备、炼油、国防安全、基础设施升级这些板块，因为澳洲政府已经意识到燃油储备太脆弱，未来预算一定会往这些地方流，这就是政策红利。房地产方面，如果你打算跨国买房，你一定要看哪里的租金回报能覆盖利息。现在很多人跑去布里斯本或博斯，就是因为那边房价相对雪梨便宜，但租金被大量新移民和跨海搬过去的高薪族群撑得很高。这种人口红利带来的租金涨幅非常惊人。在纽西兰，如果你手上的物业地段一般，租金回报又低，在这种高利率环境下，真的可以考虑换手，把资金转向现金流更强的资产。这场澳洲与纽西兰的经济赛跑，本质上就是一场谁有资源，谁能活下去的硬碰硬对决。澳洲虽然有燃油安全的隐忧，但底子厚，资源多，政策敢花钱。纽西兰则需要更聪明的找到自己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定位。不管你现在人在哪里，最重要的是不要用过去10年的思维来过未来5年的日子。以前靠房价躺赢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拼资产配置、拼信息差的时代。最后答应大家的 bonus 来了，这是我在金融圈摸爬滚打多年总结出的心理战术，叫反向生活指标法。很多时候最真实的投资讯号就在你身边，当你发现身边最爱抱怨、最胆小的人开始卖房，说经济要完蛋，这辈子不再买股票，那通常就是市场见底，你可以开始小量布局的时候。反过来，当你在超市排队都能听到后面的人兴奋讨论哪只澳洲矿业股涨疯了，甚至想借钱去澳洲买房，那你就要开始慢慢撤回利润。还有一个最实用的动作，如果你现在有房贷压力，不管在澳洲还是纽西兰，请务必做一次利息压力测试，不要用现在的利率来算，直接用7%到8%去测试。如果你能撑得住，那你的资产是安全的，如果撑不住，现在就要开始减债，而不是等危机爆发。投资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在别人慌张的时候，你还能淡定喝咖啡，看住你的资产自己长大。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已经针对澳纽之间的经济差距整理出一套非常具体的资产转移与增值方案，不是讲理论，而是我自己正在实际操作的步骤，包括我在看哪些标的，怎么分配两边的资金。如果你想看这套完整方案，我们就来做个约定，只要这支影片的点赞和留言够多，我就做一支专门影片把整套逻辑公开讲透。如果你不想等，或想更有系统的跟住我的节奏走，我建议你加入会员频道，会员专区会优先看到我的所有方案，费用比一杯咖啡还便宜，但换来的是第一手资讯。最后还是要提醒，影片内容都是我的观察与个人意见，不是投资建议，市场瞬息万变，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做好风险评估，不要盲目跟风。听完澳洲与纽西兰这场经济大赛，你现在更看好哪一边？或已经有自己的搞钱计划？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点赞、分享、订阅，你的支持就是我继续挖钱货的动力。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